哎呀，今天我们家来了一个外国人，向大胖媳妇紧急求助。这个人要见他老丈人，跟大胖媳妇求助了3个小时，最后把大胖媳妇给骂了。来的这个外国人呢，他叫 Angelo， 来自拉丁美洲的智利。明天他的女朋友要带着 Angelo 去见他女朋友的父母。Angelo 很紧张，想问问有经验的人，在中国见未来的老丈人、老丈母娘有什么习俗和讲究。进屋就跟大胖媳妇说：“那你肯定最懂了，我求求你帮帮我。”大胖媳妇当然非常胸有成竹，告诉 Angelo：“ 没问题，包我身上。第一步，你的握手就不过关。来，你跟我握一下，我看看。”你看，你这个握手就是傲慢。有人教过我，谦卑是中国人最重视的礼仪。你见未来老丈人，你这个谦卑，你千里之外就得卑，你离着好几米远，你但凡看着老头，你就得低头。我告诉你一个小秘籍，在中国遇到你想表达恭敬的人，这个握手方式叫自由勇士握手，把身体探出去，双手往前使劲，砸猛子。Angelo 学会了，但是大胖媳妇只告诉 Angelo 要自由泳，没告诉他不能换气儿。别换气，别换气。大胖媳妇说：“第二步，你得夸老丈母娘。”最稳妥的方式就是夸他年轻。Angelo 说：“他的母亲62，那很可能不年轻。”大胖媳妇急眼了：“你有点情商呗！他要是年轻就你夸，你是智利人呢，你还是智力低下人？智力低下人，这是你玩肝胆相照的时候吗？”Angelo 学完夸丈母娘，我想起来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。我说：“你第一次见人父母，你买啥了 ？”Angelo 说：“我没买呢，我买啥呀？”大胖媳妇说：“那可不行啊，你可得买东西，而且你买完给他们，他们还会跟你说不要。这时候你要原地开撕，照5分钟撕吧，切记不要像我当年一样，我丈母娘说，哎，这玩意儿家里有，我就拿回去了。我说送礼不光丈母娘，还得搞定你女朋友。像她送我的小度天天闺蜜机4K 版，小度播放繁花，27英寸4K 超清大屏，有海量4K 资源，画质超清，色彩逼真，高度角度随意调，拉着走咋看都行，追剧贼爽，还能健身 K 歌，销量是这个。然后大胖媳妇开始跟 Angelo 练习最重要的和老丈人吃饭喝酒这个环节。大胖媳妇假装她是老丈人跟 Angelo 练，我看人 Angelo 都快被大胖媳妇教坏了，我就告诉 Angelo， 我说你其实也别听他的，他其实也不咋懂。我说这样，我现在扮演老丈人，我会说一些中国老丈人爱说的话来测试你，你看你俩怎么接。我这个闺女呢，我跟她妈那给惯坏了，那就是小暴脾气，那生气那家伙给我说就跟你动手，你怎么说？面对这个问题 ，Angela 不知道咋回答。我会。然而大胖媳妇的回答是：别担心，老丈人，他打不过我。我上火。这我哥。好嘞。你有病啊！酒过3巡 ，Angelo 越来越发现，他来求救的这个人根本没比自己强多少。这次到访属于跟臭棋老子下棋，越下越臭。大胖媳妇还孜孜不倦的跟人 Angelo 说：“我跟你说啊，你得努力。这个中国的老人们呢，对咱们外国人是有一些刻板印象在，比如这个不靠谱，比如没大心傻乐，比如这个虎了吧唧的不成熟。所以你一定要努力，好好表现，打破这些刻板印象。”Angelo 寻思寻思跟我说：“我怎么觉得中国老人对外国人的这些不好的刻板印象，他有很大责任呢？中国人这么像外国人。”来你啊！哎呦！我女儿在伦敦最近学汉语呢，她和教她的老师都疯了。我女儿在伦敦上这个学校呢，最近课后辅导班开设了汉语课，学校就问我老公孩子参不参加，我老公说参加。我说能有汉语老师教课多好啊，赶紧抓住我！我现在不在孩子身边，他汉语都退化了，不光在学校学，周末把老师给我请到家里来，1对1辅导。结果呢，上周末老师就来到了家里嘛，我在旁边就是视频远程观望，给我逗稀了。我女儿汉语的这点残存的花蕾呢，是铁岭的化肥浇灌出来的。也就是说呢，她并不知道普通话的本来面目是啥，她认为自己学那玩意儿就是标准的普通话。然后来这老师呢是中国台湾的，这老师也认为自己的普通话属于就是字正汉腔圆。然后呢，老师就问我女儿：“糟的，我们今天这样子，我们来复习一下颜色哈。你看今天的天气有没有很晴朗？”我就看我女儿当时瞅着老师，心里老困惑了，寻思这老师咋不好好说话呢？有没有很晴朗？然后我女儿说啊，老师说，那你告诉老师今天的天气是什么颜色？我女儿说蓝色。老师说好棒哦，那你告诉老师哈是什么蓝？我女儿怔住了，思考了片刻，她说瓦蓝。老师也怔住了，但是他很有耐性的又问了一遍，你听清楚老师的问题哈，是什么蓝？老师呢也不知道瓦蓝是什么蓝，最后就放弃了，跟我女儿说是天蓝了啦。你看到糟的，今天的天怎么样？很蓝有没有？因为今天的太阳怎么样？很什么？我女儿就搁这寻思，今天的太阳很什么？然后说毒。老师一听又愣那儿了。我女儿一寻思，那毒可能不对，想了一下说晒。老师也彻底造懵了，因为这老师他教过很多就一点汉语不会的外国小孩，但那你就得从零开始跟他沟通。我女儿呢好像还能跟你沟通，但是又完全无法沟通。反正老师当时脑袋里应该是瓦蓝，然后跟我女儿说是大了啦，今天的太阳很大。我女儿很淡定的问老师哪天太阳小啊？
最后老师提前下课了嘛，就是走了。走之前问我老公，就我的普通话怎么跟你女儿对不上呢？你确定她有汉语基础吗？怎么回事呢？然后我老公呢，那点汉语也是铁岭学的，所以他也不懂是咋回事。结果老师都走了，爷俩还搁那对题呢，哪不对呢？就天瓦蓝，云漂白，现在的太阳湛亮，吃完下晚饭却黑吗？哪儿不对呢？今天给你们讲一讲我和我加拿大的婆婆和小姑子们干的地账。这事从哪说起呢？就俺仨人今天上附近草地玩去了，回来呢，看门口放着一个大包裹，上边是我妈亲切的字体。你们好不好奇我妈给我邮的是啥？我是老好奇了，我也不知道我妈给我邮啥呀。一打开，哎呦我的妈，真磨木耳干豆角，这一打开就铁岭贸易城的味儿。然后这肉头的大木耳啊，让我想起来我和我加拿大的婆婆小姑子第一次撕。这火是怎么聊起来的呢？就是第一次我上加拿大给他家做饭。我第一次去加拿大，我就发现这饮食也太简单了，这他都没吃过啥正经玩意儿呢。那我这厨艺千钧一发的，给他露一手吧。然后我去的中超，买了一只鸡，买了一条鲈鱼，人家做鸡做鱼，然后买点好的东北木耳，寻思再整点凉拌菜。然后我回来在厨房开始这一做饭，这火给我窝的。先是他小妹妹过来了，整一个，我们买鸡肉都是买就现成的鸡胸肉，你们非得买一整只鸟，你们吃饭好奇怪哦，总是吃这些全都是骨头的地方。然后小妹妹还拿出这个木耳问我，这什么东西啊？看起来好奇怪，你居然还吃，这什么东西啊？然后我也不知道木耳怎么翻译，然后我就上网一查说是木耳是 fungus， 我说就是 fungus， 结果 fungus 在英语的日常用语中是脚气的意思。哎呀，你吃脚气，也就是说那天晚上我要做的这个凉菜就是腐烂的竹科植物拌脚气。我当时憋回去没吱声。过会儿大妹妹回来了，哎呀，你们对这个鱼好残忍，为什么要吃鱼呢？你一会儿那个做这个鱼的时候，能不能不按中国的传统做法上这一整条鱼？我不想看见这个死去的鱼的眼睛跟我对视。我当时我心里默念张彩玲，憋回去，稳住，别干仗，有人娶你不容易，你就把心中的怒火在剁鸡上发泄吧。我就开始剁这鸡，结果我婆婆来了。哎，你那个剁生肉和剁蔬菜用一个菜板子啊？我说我刷了。你洗也不行，你这个剁生肉和剁蔬菜一定要分开这个菜板子。我听说了你们有很多人有这种习惯，在你们那儿可能人们没问题，但是在这儿我们可能会死的。我当时我就明白了，就这事儿如果我要再憋着，以后就别回东北了。这事儿传出去，那以后回东北还出屋啊？就搁家自己拿大扇子，就人生就像一场戏，因为有缘才相聚吧就。然后我把这顿饭给做完了，晚饭开饭了，大伙都上桌了。然后我说，我吃饭之前我先提一杯啊，我太羡慕你们这种家庭环境了，你们的家教太环保了，太和平了。如果在我家就我嫂子第一次来给我们家人做顿饭，然后我就这么说话，我妈一个大耳刮子能扇到我口腔里头长脚气。他能让我抱着个死鱼对眼3天，然后这边胸口上再挂个大菜板子，没事还得舔生肉拌鱼鳞。这时候空气就凝固了，说凝固都说轻了，都脆了。是我的粉丝知道这是大梗啊，脆了。这时候我这大胖媳妇我老公说话了，你不了解这个国情，你别生气。加拿大有这个特殊的国情，有这个规定，就是说智商是90以下的人呢，不能吃带骨头的肉；智商是120以下的人呢，不能吃带刺儿的肉。要不然他一天老卡上医院抢救，老百姓得多交多少税收才能养活他呢？然后他爸一听，哎，哈哈哈哈，一个大笑，就他这大笑也是这个解尬神器吧，就是一大笑，完事儿说的，哎，这教太有意思了，就这么回事儿。完这顿饭反正是进行下去了。到现在我也不明白，你说俺东北这肉头的大木耳，怎么就给翻译成脚气了呢？